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看到一个姑娘闪婚的消息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所以呢，就把它当做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。那先来看一看闪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闪这个字，会让大家联想到一个什么词语呢？比如说闪电，那闪电呢都是非常快速的，所以闪婚的意思呢，就是两个人没有认识很长时间，就非常快速的结婚了。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叫闪婚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一般情况下呢，两个人结婚之前都会花一段时间，花1年、2年、3年，甚至有些人花好几年的时间去了解对方，然后再决定结婚的。那闪婚呢，就是非常短的时间，可能你都不够了解对方，两个人就结婚了。先来讲一讲这个姑娘闪婚的故事吧。这件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呢？就是这个姑娘有一天呢，在看 TikTok 的视频，然后大家都知道 TikTok 在中国呢，我们把它叫抖音。然后她在看视频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男人的视频引起了她的注意。那这个男人呢，在视频里面说，他说呢，他想找一个不认识的姑娘，结婚。然后他也承认说，他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呢，并不是去找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生伴侣，而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体验生活。那志同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成语。从字面上看呢，志同道合的意思就是志趣相投，志趣相同，然后想走的道路呢也是一致的。那就是引申开来呢，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是相同的，人生目标也是一致的。那其中也包括就是对各种事物的看法，想法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，就是我和 Vivian 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 Michael 和 Tommy 志同道合，都喜欢音乐，所以他们一起报名参加了吉他的课程。人的一生当中呢，可能会有非常多的朋友，但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没有几个。再回到刚才那个故事，那个视频里的男人呢，想找一个跟他想法一样的姑娘结婚，然后一起来体验生活。那么他在视频里呢，要求跟他有同样想法的女生呢，就是要发一段视频给他，并且解释为什么他是那个适合结婚的人。然后那个男人呢，就是收到了很多很多姑娘的视频，他在众多的视频里面呢，选中了一个姑娘，就是我在视频开头告诉你们的这个姑娘。然后呢，他们两个人就视频聊天了2次，之后呢就决定见面。就在第1次见面的时候呢，这个男人就求婚了，他们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就结婚。现在呢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年了。我觉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，就是他们两个人开始真的恋爱了，并且呢，就是他们是相爱的，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听起来非常的离谱，但是也非常的甜。只是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看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后呢，我就问自己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就这样结婚了吗？那我的第一想法呢是不会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啊。那而且呢，就是我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。那如果你碰到的这个男人是
是骗子怎么办呢？或者你碰到的这个男人有非常多的不良嗜好怎么办呢？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，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，就比如说这个男人是骗子，是杀人犯，就是我们不考虑这一些重大的问题，我们假设这个男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好人，那你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？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，就是很多人的观点吧，也不仅仅是我，就是婚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啊。那很多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，他们在结婚之前，也都认识很久，有一些呢，甚至是大学同学啊、高中同学。那但是他们结婚之后，就真的没有矛盾吗？就真的非常幸福吗？其实也不是，好像我听到的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。那比如说，在中国，以前，同居还不是特别流行的时候，或者同居还不是特别被大家接受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结婚以后，就是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矛盾，就是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啊，然后大家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啊，就是都会有吵架啊，然后离婚这样的问题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同居了，就是同居就是被大家普遍接受了。那之后结婚以后，比如说有了小孩，出现了新的问题，就是也不能避免矛盾吧。所以说就是，即使你结婚之前经过很长时间的了解，也并不能避免你结婚之后就没有问题。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结婚就是一场赌博。就是在你看到就走到最后之前，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而且呢，我现在觉得就是结婚之前的互相了解的过程，真的感觉非常的累。当然这不是一个积极的想法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呢？那对于我来说呢，这个想法不是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，而是偶尔会出现在我的就是脑子里。那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，然后用2年3年的时间去经营一段感情，但是你会有所期待吗？就是你去经营这个感情，然后你期待它开花结果。但是可能2、3年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原来一切跟你想象的都不一样，然后你们不合适，所以呢，你们就分开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又认识一个新的人，然后又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，就一切又要重新来过，一切又要从头开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不断的重复。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心好累。这里有一个词叫心累，然后心累呢，其实对应的是身体累。身体累大家非常好理解，就比如说你做了很多体力劳动，或者呢你做了很多运动，所以你觉得身体上非常的疲劳，可能呢你想要躺到床上好好的休息这样子。那心累呢，其实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一种心理上的疲劳，然后可能是因为你受了挫折，心情不好，那你知道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要去完成，但是你完全没有心情去做，完全没有心情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。那你可能经常会听到中国朋友说我觉得心好累，那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故事，最后被我说到很悲观。不过大家不用受我的影响，就是我觉得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相信爱情吧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